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最让人苦恼的一个事情，心里不平静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明明我好像和别人差不多同时起步去做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别人却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小有所成，我却好像永远止步不前的样子，好像总在原地踏步的感觉啊。这种现象其实在语言学习当中特别常见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多人会说，可能是你的方法有问题，可能是你的语言材料有问题，等等不一而足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最关键还是一点，就是习惯。其实一个人呢，要养成一个习惯是很困难的。我之前看书也就说，人的脑子呀是特别的懒的，特别喜欢做一些比较轻松的事情，不喜欢费力的事情。所以学习语言它其实是一个特别费力的事情，要和自己这个懒惰的天性对抗啊。大家不要觉得有所羞愧，觉得自己我为什么是这么一个懒的人，我为什么闲下来就想刷刷短视频呢，看看美女帅哥呀，看看吃播等等。这就是人的天性，短视频就是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展示人的天性这么一个东西，这么一个媒介吧。所以他抓住了人性的弱点。现在我们其实要学习语言的话，要对抗人性的弱点，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克服它。克服它，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养成习惯。大家其实想想看，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养成习惯，比如说每天早上刷牙，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习惯。最早的时候，其实你想想看，刷牙是很烦的事情。早上起来晕了吧唧，我还要刷牙；晚上睡觉我已经特别困了，我还要刷牙。就像我儿子就特别不喜欢刷牙，现在很多时候我还不得不强制他刷牙。但是大家想想看，比如说到我们现在这种年纪的话，其实刷牙已经是一个非常习惯的事情，所以它在我们人生中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它不需要我们很多精力放进去实现这么一个目的。所以说咱们现在回到习惯上来，比如说你学习语言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对你而言已经很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么它就不再是一个特别累的，对你脑子而言就不再一个特别累的事情。所以我们其实把学习语言，咱们现在说，因为我是一个中文教学频道嘛，学习中文怎么养成一个习惯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就给自己要定目标，每天比如说必须花多少时间。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就花太多时间，比如1个小时2个小时，把人累死累上几次你就不想再动了。这就是人性，人向来如此。所以一开始的时候15分钟半小时做一件事情，哪怕背单词呀，哪怕就是把一些东西反复的复习一下都可以，但是养成这么一个习惯，让自己每一天到那个时间，就同样的时间，你不自觉就想我现在需要做什么，就像刷牙洗脸一样正常。它其实就在那一定程度上已经融入了你的日常生活，变成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东西。那个时候我觉得就好了，就到了你的学习中文的习惯就形成了，养成了。那天我在 Instagram 上po了一个帖子，就是关于我自己小时候我和我儿子现在这个容貌的对比这个帖子。这个是那个时候发现原来我儿子和我长得这么像啊。之前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儿子的相貌更像我老婆，因为我发现其实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的容貌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过了35、6岁之后，你发现自己慢慢的有变老的这个趋势，就是皮肤状态等等，黑眼圈呢，对不对？其实人我觉得真的是不得不服老啊。但是好像很多人就是说男人30一枝花这在一定程度上，比如说你去看一些明星等等他们确实在30来岁的时候还是他们的人生巅峰期。我当然也不觉得我就已经老了，不至于这样但是我觉得还是岁月在我脸上已经刻画出了很多痕迹，我已经不再是小伙子了，就是不得不承认这么一件事情。而且我和笨老师、理查老师不是还做了一个大叔中文吗？对不对？
我们已经是一定程度上的大叔了，你就是不得不去承认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岁月在你脸上刻上痕迹的时候，它其实在你的这个心里也刻下了一些东西，在你脑子里也刻下一些东西，让你其实慢慢已经成长了。你这个思维的角度，看事情的这个方式，对事情的认知，对人事的这个理解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啊。我觉得中国人有一句话其实特别的对啊，就叫吃一堑长一智啊。人其实就是这样成长的，你就会不断的需要就是吃一堑，就是你就是犯错了或者做错事儿的时候，特别是对你自身造成了伤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特别容易成长的比较快啊。所以我们不必的去惋惜自己韶华已逝吧，年轻的光阴不在，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珍惜当下，享受当下的这个美好吧。因为岁月给了你一定的积淀，你现在和年轻人就是不一样。你虽然没有年轻人那种青春洋溢的活力，那又怎么了？你变得更聪明了一些，对不对？而且说实话，其实我特别喜欢和大家这样聊天式的视频，因为怎么样，我可以通过语言，就简单的语言，把我的一些所思所想和大家分享。这种状态其实是让我特别舒服的。我好像在一定程度上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老师一样。其实很多人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都太过注重方法论了，就是想好像是不是所有问题都能找到一个方法去解决呢？是不是所有这些问题我只要找到方法的就能迎刃而解呢？所以其实在 YouTube 上有很多类型的视频，就告诉你如何怎么样，对吧？学习语言如何能在多久时间的学好，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发音问题语法问题等等，或者方法，就大多数都是方法论的问题。这其实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他确实是说对了，这些方法没有问题，但方法我觉得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因人而异的。因为这个方法它可能适用于这个人，就是发布视频这个人，但他未必他是普世的，就他未必是适合你的，你要明白。所以我觉得中国呀，很早以前这个孔子啊，他教学是有一个方法是有教无类，最重要的方法是因材施教。就怎么样，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要给你一个特定的方法，这个方法适合你，只有适合你，未必适合别人。所以学习中文语言也是如此呀。你找不到一个真的就是说真的一个完全普世的适合所有人的方法，适合这一个人的方法未必适合那个人，因为这些方法是和你本身的这个性格还有你的学习背景等等是非常相关的。比如说你是一个理科类型的人，你是学医的，或者科学方面的化学物理等等，对不对？你的方法和一个学文的人，他的方法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适用你的方法他未必适用另外一些人。其实你要真正的去看去试一下这个方法到底究竟适不适合你，不适合你就扔掉，不要觉得这个方法是我一个比较信任的老师告诉我的。但你有没有想过，这老师他面对学生这么多，他并不是单单告诉你一个人呀，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吧，有一句话特别有道理啊。假如你没有真正的身处过同样的困境，你是很难真正的去理解一个人身处相似困境的时候他的无助、迷茫、脆弱啊。所以最近呢，我为了教中文，更好的教大家中文，我准备重新拾取法语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其实大家知道，一定程度上我是能说英语的，但是法语当时是自学的，所以可能和很多人这个处境比较相似，而且我大概学到中级偏下这么一点点水平吧。就是我这个阅读能力挺好的，我认识很多单词，但是我这个口语水平很差很烂啊，可能和很多同学比较相似啊。就是我就在想，我应该能采取哪些方法让我这个法语水平迅速的提高呢？所以就是我会通过我自己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总结出了一些方法。但是就像我在之前说的，就是这些方法未必是适合所有人的。我突然想到一点啊，就是今天早上我在找看有没有什么法语书值得我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
我特别迷茫啊，我不知道应该看故事，就是小说类型的，还是看这种非小说类型的，就是这种非虚构类型的书啊。其实就我学习英语的这个感想而言，我觉得非虚构类型的书是比较适合你去接触更日常的这种话语的，因为小说它有太多这个描述性的东西，很多文学性的东西了，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用不到啊。就像我之前看你什么包法利夫人等等，我去学了很多高级的表达方式，但那些对我而言，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没有任何用处啊。当然，比如说真的小说类型的东西啊，你就需要更接近日常、更接近口语化的东西，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会慢慢的总结一些出来，和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学以致用，教学相长吧，对不对？是这样一个道理啊。就我最近发现，我说中文的时候，就是明显的说慢了。好像就不自觉的，我其实根本没有说，我自己给自己提醒一下，你说中文应该慢一些哦，这样的话你这些学生们才能听得懂。好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突然变到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可能觉得和我在做大叔中文有很大的关系啊。在之前的时候，就是很多朋友看我这个 Instagram 的时候，很多人说你能不能说中文慢一点，我当时就说其实我说中文挺慢的，而且是常速吧，并不是特别快啊。但其实我后来听了一下，觉得还是挺快的。但是呢，就是做了大叔中文之后，我发现就是理查老师和笨老师啊，因为他们有常年这个教中文的经验啊，他们已经慢慢形成习惯了。而且我们大叔中文这个剪辑和字幕都是我在做啊，我同一个视频我会看很多遍，而且还要做字幕、比对字幕等等。我就发现自己有时候说话太含糊了，不够清晰啊，所以在脑子里其实它已经触发了一个机制。就是这个机制告诉我，你就说你应该说话更清晰一些，这样的话对于大家学习中文其实更有利啊。所以不自觉的，我现在就慢慢的说话变慢了，而且对我而言，这其实也是一个挺自然而然的状态，很自然的状态。我希望说话更清晰一些，更缓慢一些，有助于大家理解。而且我觉得吧，它并不是说它已经脱离实际了，而且还是一个正常的说话状态。就之前我想过，什么样的中文是最好的中文呢？应该就是这种比较清晰的，而且吐字啊，就一个一个字儿大家都能听得清楚的。而且之前我看这个什么郭德纲的他们相声等等，他们说话的这个锻炼的最终目的，就是把每一个词儿都发得特别清晰。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好像一个一个字儿能轻易的捕捉到。这样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目的吧，终极的目的，不是说就是满足于自己，就是平常怎么说话就是快就行了。我觉得不应该止步于此啊！突然开始下雨了啊！我听到雨的声音了，我该回去了。